您的药。金堂，哎，公子，若我是客人，我把药单弄丢了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我有账单。 不瞒您说，公子，我还从来没有记错过账呢。您看，这是这个月的大宗账单，这是这个月的小宗账单。哦，对了，小喜上个月也来这儿买过药。哦，小喜，对，上个月的账单你都记得清楚，这么厉害。您看。 金堂，哎，我让你去管一家更大的药铺，怎么样？若是公子信任我，敬堂一定好好打理，细心经营。这上面的字可都是你写的？对，是我写的。那你再写几个字我看看。好。 叶生小姐，公子，这字写的的确好看。嗯，的确比你写的好看。
实话实说。哎，燕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你是问你哥哥和嫂嫂的去向？他们刚刚走了。哎，燕生，燕生，燕生！这寂静堂办事沉稳，心细如发，我看真心不错。哎呀，三公子回来了！哎呀，二位，请。等会儿就送你们去见阎王。累死我了，我睡觉去了。哎，等等，这哪有大白天就睡觉之理啊？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。我想让寂静堂来咱们祈福理财，咱们祈福事务较多，也需要一把好手来打理，你觉得呢？他是能担事儿的人，那我先睡觉了。为什么不能烫啊？手上有东西。叶生，你会说话了。你别哭啊，燕生，有什么话你慢慢说。燕生别哭，哥哥和嫂子都在这儿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我刚才看见王胡子从门外拿东西往床上放。把手帕给我。他呀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王胡子可是又蠢又狠，要不是燕生提醒，你我二人还差点就一命归西了。玉壶天雷，这招守株待兔终于奏效了。可能连王胡子自己也不知道，他现身的那一刻才是他报复的那一刻。前段时间冰燕姐姐来府中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要警惕柯世昭，这不，他就露馅了。冰燕姐姐可真是我们的福星。冰燕来过这儿。天雷，她为什么会来祈福？师傅，这可又是天大的一件巧事了。这柯世昭派人偷偷去扬州，请杜老爷来咱们祈福，利用杜老爷来戳穿玉壶的身份，
可谁曾想，这个时候杜冰雁偏偏从边城回到了扬州啊，便女扮男装，跟着杜老爷一同来到咱们齐府。一个真的杜冰雁叫这个假的杜冰雁，杜冰雁妹妹。你别说柯世昭被弄得晕头转向，就连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呢。你别说，冰雁还真是及时雨，助力你们二人。天磊，冰雁是何时到的林州啊5月初4，又是几时去的扬州？住了2个晚上，5月初6。哎呀，坏了，他们帮了你的忙，却坏了自己的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这袁不屈本来是受杜冰雁之意办事的，办完事情之后，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扬州，去接杜冰雁回去。算起来，恰巧是5月初4的前后，看来他要扑空了。扑空倒不至于，袁不屈将军应该会等冰雁姐姐回去的吧？就怕他不会在扬州多待，选驸马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。万一皇上召他回京呢？那他也会留口信给冰雁姐姐吧？这边巧了，就怕那边没那么凑巧啊。小胖，这边看看去。军爷，请问袁大将军住在这儿吗？不知道，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好吧，多谢。多谢军爷。小姐，咱们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啊！这么大的地方，这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啊！哎，小胖，啊，你可知这市井之地哪里的人最多？哦，天桥，那儿有杂耍的，还有说书的，热闹得很。京城来的人都爱去那儿凑热闹。没错，你呀，去帮我寻一个最会说书的说书先生来。说书先生。哦，那我去了。去吧。多谢大家捧场，多谢大家捧场。各位看官，今日啊，咱们继续说京城独一份传奇故事第6回，定北侯大战边城，黑豆记再破敌军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先生这几日说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了，大家伙说是不是啊？好，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捧场。先生说的讲特别好，真是就是爱吊人胃口。话说定北侯在边城，戍守边疆数日。就是这位说书先生，说咱们将军守卫边城的故事说的可好了，一件一件的事儿都跟他亲身经历一样。这京城里好多人都来听，都传开了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京城说书的能知道咱们打仗的事儿？真的。话说这定北侯在边城戍守边疆数月，这城池固若金汤，敌军狗急跳墙，围攻边城。定北侯巧施妙计，以黑豆诱食敌军马匹，再取大捷。各位看官，为何小小黑豆竟能立下奇功？且听老夫慢慢分解。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感谢。各位看官啊，书节到此，咱们明日再说啊。诸位军爷有礼了。先生，您怎么会对我们边关打仗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？
小老儿结识了一位亲历战场的公子，他说的那都是真实的事情。爵爷，您要不信，可以亲自去问他。看来这位公子一定是我们军中同胞啊，这我得去看看。那先生知不知道他现在在何处啊？哎呦，那可太巧了，他呀就住前面的客栈。到了客栈啊，一问店小二便知。多谢。杜公子，有人找您。我去开门。大人，评委，杜宾。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特意让说书人说出我们营中的遭遇，好让我过来找你。你这也太聪明了吧！我那也是没办法了吗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府里说。回府。走了，小胖。好嘞，杜宾，请。坐吧。少夫将请用茶，公子请用茶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你这个当了驸马爷的人是和以往不一样了，风度做派都大不相同呢。哪有啊，嫂子你就别取笑我了。我可能是在京城待久了吧，总不能一直像之前在军营那么肆意散漫，对吧？哎，嫂子，这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之前我跟舅舅舅妈串通一气，帮我大哥解了围，结果给我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。怎的？你还不乐意了？倒也不是不乐意，就是你说我杀平威，何德何能，能摊上娶公主这种好事儿？你呀，这个驸马爷那叫憨人有憨福。这赐婚圣旨还没下来呢，什么时候当上驸马爷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你何时来的京城？为何又是这身打扮？这件事可说来话长了。这前不久啊，你大哥他突然……公主驾到！评委，待会儿见了公主就说我是医徒，别说我的身份。哦，行。公主，这位是杜宾，我当时在兵营的军医小兄弟。军医杜宾见过公主，免礼免礼。啊，评委，你有这么俊俏的小兄弟，我怎么才知道啊？早知道我就不找你了。你说什么？逗你玩儿，别介意啊，快请坐。我这个人啊，喜欢开玩笑。哦，对了，你此次来京城，为何是这身书生的打扮呀？哦，边城战事结束之后，我便回乡探亲，于是换了这身打扮。那除了探亲，你还做什么呀？此次来京，说是办公务，其实更是办我的私事。私事儿？啊，私事儿有趣吗？这件事说来话长了。之前原部区袁大将军在打仗的时候，曾经中了一支毒箭，当时他生命危在旦夕，幸亏我的师傅传授了我一招解毒的秘方，这才让他渡过难关。但是他伤还没好，又不听劝阻，重新上阵杀敌，这才给他自己留下了祸根呢。什么祸根？100日之后必定复发。真的吗，评委？对，我大哥平时生性比较鲁莽，所以给自己留下了祸根。而且公主，这个病一旦复发，就算华佗在世，那也无法挽救。我在家乡的时候，突然想到这件事，于是便来到京城，到处寻找将军。只要将军能在100日之内服下我的药，便可安然无恙。
我算了算时间，我必须今日就见到他。若是将军真的在京城，找到他也不难。这样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叫个人打探好将军到底在何处，回来立刻告诉你。多谢公主。客气。小傻瓜，我走啦。谁是小傻瓜？你。走啦。走。快到了，在这儿。杜宾，你们先在这等我，我先自己一个人进去看看。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品威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来京城，为什么瞒着我？我这不是病了吗？那你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不找个大夫好好瞧瞧？这有病不看可不行啊！也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歇2天就好了。哎，我特地给你找了一个名医。不用我看了，让他们走吧。你可是未来驸马爷，来，快请坐。哎，大哥，你坐，你先坐。你不要再这么叫我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知道我这次给你请的是什么名医吗？什么名医？他是轰动整个京城的扬州名医。扬州名医。扬州还真是人杰地灵啊。你知道他有多神吗？一根线搭在病人的手腕上，不用面见病人，就能直接推断病情。看看，怎么样？哦，公子，你好聪慧啊！嫂子，我跟大哥都说好了，你只要一直站在这就行。咱们就这样。大人请，你请。大哥，这就是神医的学徒，小的郭海，拜见将军大人。免了，免了。好了好了，赶紧给大哥看病吧。将军大人，您坐着呢，千万别乱动。先生有什么话，我替您传达。好。特别准。那金簪就是钥匙，密室的机关就在佛陀底下的一个角落里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老太婆年纪大了，忘性也大，近来总是丢三落四的。她定是昨天晚上把银子放进去的时候，那金簪忘了拔了，这才让咱们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太好了，小巧，你如今可是立了大功一件，只要找到这金簪，我们的事情就成了。可那金簪在老太君头上戴着，我没法往下拿呀。你白天拿不了，你可以等他晚上睡了之后再拿呀。可他睡着了，我也进不去呀。你可以让他当着你的面儿睡过去。你是说给他喝让他昏睡的药？我是说，让他喝一觉不醒的药。你是说把老太君给
毒死。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年纪衰败的老人最怕被病痛折磨而死，我只不过让他不知不觉一觉睡过去，也少了日后受罪，安然长眠安乐死去，这不也算是享福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她不是你的亲外祖母吗？若无破浪扬波手，怎取离龙喊下注？我只是个下人，你吟诗，我不懂。此不能掌兵，亦不能守财，你懂吗？花枝叶下犹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怀毒？你懂吗？我不懂。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这下你应该懂了吧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小巧啊，我呢，毕竟比你多喝了几桶墨水。我说的话，你就乖乖去做。知道不知道？我说，这读书人，要么不干坏事，要么干起坏事来，比谁都快。哼，没错。你干嘛傻笑？你每日让我读书识字，就不怕我以后跟你斗心眼啊？不怕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书，它也分两种。第一种是说得讲仁义，与人为善的，这第二种便是引人为恶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第二种书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，你想看也看不了了。按你的意思，那柯世昭虽然仪表堂堂，却满肚子坏水，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没错。你干嘛又傻笑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能生气啊！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你们齐家的男人长得都不太成形，特别是你两位哥哥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就你还马马虎虎。我在想啊，那些歪瓜裂枣，难道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那你如此聪明，是因为看了引人向善的书？我在观景阁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是记性好，忘性大呀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人生在世，犹如浮游一瞬，转眼间便乌发换白头。若是心存善念，坚持本心，那便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。若是生在贫苦之家，周遭没有那些引人为恶的诱惑，那便还好些。可他们有些人生在富裕之家，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，自身定力又不足，便会给自己找个借口，谎称及时行乐，便吃喝嫖赌样样都沾，实则就是下作。哎呀，为戒习武之人，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。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，你这都听不懂？不懂。
行，我的意思是，富家子弟切勿奢华，你可懂了？不懂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人要心存正念，切勿饱暖思淫欲，你可懂了？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我是真不懂。行，你不懂没事儿，你不懂，我就来给你开开窍。哎呀，还想跟我动手？谈正事呢，我们应该进行哪一步了？都由你说了算。按照我的意思呢，我们该防他一招。对，老太君运筹帷幄，请君入瓮。女侠鲤鱼湖，黄雀在后，一老一少，让他插翅难飞啊！